您是特别在意那个活的感受，那种第一手的 first hand 的那种呀，是可以摸到的、可以感受到的东西。对对，不是二手的，对啊。我想起一句很好玩的话，原来那个达芬奇说。要做大自然的儿子，不要做大自然的孙子。就是说，你要直接跟大自然感受学习，不要去模仿别人画大自然的画，不是就变成孙子了。对对对，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好玩。其实跟中国人说的师法自然是一个意思。是啊是啊，的确就是这样子。那个时候，我们去考大学的时候啊，我去看了 Swarthmore， 在 Philadelphia，我就跑去了去看，然后他们就跟我说：“你想念大学，很好，你会很开心的知道，我们的图书馆开到半夜12点。”我说：“哇，为什么开的那么晚？”你不想在里面一直做书虫？我一点都不想念书啊，所以做奖学金的人他马上知道。这不是我们的学生，这个不是一个想学习的学生，就没有得到他们的奖。后来 Bennington 要看奖学金学生申请人，他们就到你家来，看你的家庭状况是什么。就看到我们家里4个人一个卧房，然后桌子是那个4个腿可以打开的那种临时桌子，我们就坐在这个桌子的3边。他 Miss Boynton， 我妈妈跟我坐在那儿喝茶，他就说：“请问你要不要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来 Bennington？” 我说：“我非常不喜欢念书。”我妈妈急死了，这个才叫啊！我说：“可是我最爱的人，不但去念了大学，他们还念了博士，比如我爸爸跟他的朋友 Uncle Stefan。”所以我想，能不能学到上学的趣味，能不能学到如何喜欢学习？他说：“这个我们做得到。哦，你到我们这儿来，你绝对会喜欢学习。”我就得了很高的，85还是95分的那个奖学金。哇，这个是这是莲花，叶子尖尖的。对。太棒了，给您来一点点，可以放在这里。好可爱。对，不好意思，我倒的不太好。您听到别人说老太太肯定很不开心吧？是啊。看到您说您认为自己永远是在12岁的，我是呀，所以我不大懂老太太。我看到您有一次回忆，还说我觉得很神奇，您居然还记得就1岁多的时候，说爸爸给您带了一盒吃的。对。然后你那种巨大的震撼的那种喜悦。对。那是什么时候？那个是，因为我很矮很小嘛，这盒子对我来说是这么大，这么大一个盒子充满了爱窝。那爸爸跟我说他在开玩笑，我当然不知道。他说这个完全是给你的。那我看到这个世界，这个吃不完的世界，都是好吃的，我当然开心的有说不出的开心。那个是说，我一直是爱你的。虽然说古代艺术史您管它叫私人艺术，可是您里面看到了古人的呼吸，古人所画出来的那个大宇宙的呼吸是他们感受到的。那我觉得可能也就是中国人称之为理啊，外国人称之为上帝。那个人有个白头，那个鸟。您知道是哪一种鸟？是，我觉得他后面那个头发是白的。其
其实我特别想跟您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看这件事儿。您看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感受这个这么幽静、这么自然，然后有鸟叫。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小时候去旅行呢，就是我第一次来杭州的时候，那是跟我妈妈，那时候还没有手机，然后呢，大家也只有一些胶片相机，也就刚有没多久吧，不太会用。我妈妈给我拍照的时候呢，她还把它放反了，这样她都不知道。就那时候大家其实出来旅行想留影啊，干嘛都很笨拙的。可是现在到哪就咔咔这样拍，对吗？反而有时候我自己的感受是看不见东西。我今年呢是在米兰那个美术馆里头，有一个钢琴家，他弹琴，在一幅特别巨大的画面前。那我坐在这个第一排呢，他弹半个小时，比如说，你又不能看手机的，对吧？你放在旁边，你不能看手机。你的眼睛往哪儿落呢？眼睛只能看着那一幅画。那一幅巨大的画是画的圣马可广场，就是圣马可。对，在那个意大利，在那个 Venice， 它有一点想象在里面。它一边是当时的那个穆斯林的那个样子，他们来到这里，一边是那个基督教的那个样子啊，一幅巨大的画。我就一只眼睛盯着那个画看了半个小时。我忽然，我看到了完全不同的东西，就是我觉得那个画里面东西在闪光，然后那个人像是活的一样，然后每一个线条，每个里面有一个人牵狗的线，我如果就这么一看，我一定是看不见的，但是我看了那么久，就看见了，包括每一个人的表情，我感觉自己像是进入了那个画一样，然后我觉得好神奇那个感觉。然后我出来，我跟我旁边的人分享，他说我也看见了，我也觉得那些人在跟我说话。后来我就跟那个馆长交流，他说对啊，他说你们肯定很久没有这么在一个物体前面视线停留这么久。他说我训练我们这个美术馆的人，每次都是我们只挑一幅画，坐在那里。你坐半小时1个小时，你不许在里面走来走去看，不可以，一定要这样安静的看。就是觉得我们今天的人的眼睛啊，我有时候觉得像有一句诗叫"我的心像盲人的目啊"，就是我的眼睛像是 blind people's eyes， 就是我们看，可是没有看见，我们是 look， 但是没有 see。是啊，您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没有这个感觉。不是您肯定没有，但你知道，那你为什么可以 see? Because I look, I look, I keep looking. And I feel with my skin, I feel with my soul. 就你怎么看得见？我很好奇。就是把里头打开啊。我没有很快的看，我读书也是非常慢，所以人家写一封信呢，我要等很久我才看完。我吃东西也是非常慢，太慢了吧，所以就可以看多一点。小虎老师，今天早上咱俩坐船，玩了一上午，然后呢，我给您介绍一位新朋友，张悦老师。您好，张老师好，小虎老师好。我在还不认识您的时候，已经在我的朋友圈里看到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夸您然后说她是一个非常传奇的女性，说她是小孩学习的榜样，要用她来教育小孩。那是对的，对的，对呀。因为我就是一个小孩嘛，就是一个老的小孩，因为我很故意的没有长大，很故意的，很努力的不长大，很故意的，对啊，就不该教育大人吗？小孩还用教育吗？教育大人，我们都活得太像个大人了。我昨天晚上还在想，您昨天晚上就在给人讲课，对不对？对。我想他明天上午他们还要游湖，还要拍摄，明天下午我们还要谈话，90多岁的人。怎么受得了这个工作节奏？但是没有问题是吧？没问题，我睡了午觉啊。刚才我一路我都说，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在安排，说让小虎老师别走路过来，说能不能坐船。然后后来他们给我发了一张照片，您已经背着手走着路已经过来了。然后真的就是，我觉得我看到您，我觉得您跟年龄没有关系。我也觉得是，身体其实没有心灵那么快。比如我喜欢风，所以我走路很快，让风过来，但是心脏就受不了了，我得喘气，所以我的身体得停下来，然后再跑。
我刚才过来的时候，一路上想象您来着。徐小虎老师坐船进来的过程中，他肯定特别享受，非常非常享受，是吧？然后我对比了一下，我自己在船过来的时候，我在想什么？风景真不错。哎呀，这个访谈会选地儿，选的地儿好。不知道周轶君把访谈提纲写好了没有？他要从哪些角度谈话呢？哎呀，我又不是学美术的，我也不懂画，要是谈不好可就糟了。明天下午北京还有个会，飞机可别晚点。我比您想的还多，我昨天晚上差点没睡着。你看，所以后来我就明白为什么，就是当我还没开始的时候，已经非常累了，因为一路上已经担忧了好多事儿了。哦呦，可怜可怜。您平时会担心事儿吗？还是从来不担心？我不大担心。小虎老师在哪儿都能睡着，我特别佩服。他在哪儿就是他说我在那个移民局的等的那个台子上，下巴支着都能睡着。就是有这种问题啊，他们那查来查去，我就在那儿等啊等啊等啊，就睡着了。然后他们就说，好了，就可以走。所以为什么他有精力？因为他不内耗。就是他内心特别直接和简单，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高兴就说高兴，不想弄就说不弄。就是我们为什么总是特别累？我觉得因为我们心里充满了犹豫、焦虑、自我怀疑、着急、担心什么的，所以你就特别累吗？大人喜欢这样子，因为大人笨。大人笨。我小时候就发现了大人笨。所以我就不要变成大人。您怎么发现的大人笨呢？他们说的话没有道理啊，而且彼此讲话，我听得出来里头没有意义，所以彼此客套是吗？那种东西啊，是啊。大人是觉得客套反而是好的，就是我们避免了麻烦，可能招致了更多的麻烦。是啊，而且。大人着急，人家如何想我？小孩不着急啊。我怎么样就怎么样啊。不喜欢我们可以打一打试试看呢。很长一段时间，我小孩就跟我说你们大人怎么见面就说话？他觉得说话特别讨厌。我说那你们干嘛？他说我们见面就玩啊，说话。他说你们太无聊了。对，因为他听得出来你们说的话没有意思，是假的。没有用的话说出来。我们认为我们研究的都是正经事儿。可是您这个做一个小孩儿特别直接，不是给自己也惹了很大的麻烦吗？是啊，人家不让我讲课啊，不请我讲，不出版我的文章啊，或者什么。可是那是他们的毛病，不是我的。我写了，我做了我觉得我应该做的事情。那以后。人家把他怎么样，那是他们的问题了。你心里从来没有负担，对吧？不去想说这本书出来了，我就没有负担了，就是被遗忘的真迹。我那个东西，其实就是我的博士论文。我就是写给老师们。那个时候我已经50岁了，50多岁我开始写的时候我30多岁，写完了 ，Princeton 没有接受这个东西。被遗忘的真迹，被遗忘的真迹这本书，您的博士论文其实也是个惊世骇俗的事儿。就这个故事，当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也会觉得特别震惊。一般人没有勇气干这件事情。比方说，您去台北故宫，然后研究吴镇的画，台北故宫的骄傲，因为我们存有它几十幅真迹，然后您经过认真的研究比对，说基本上都是假的，真的不多。就这个结果，我觉得这个结果是掀桌子呀。我相信故宫应该疯了，他们就不再让我提画了，呀，就不让您去那儿研究画了，是吧？第一个院长，我去的时候，他刚好是留德的，是我父母结婚的证人，在南京。我母亲是德国人，那么他叫蒋福聪，他就说小虎，你说我们这儿有假画吗？我说是的，他说太好了，我们可以做研究了。你告诉我哪几张是假的？我说我其实在找真的，很少。他说那我们就有事儿做了。我说是啊，我们得开始做。后来下个院长看到我说徐教授，听说你说我们故宫有假画，我说是啊，可是我说所有的收藏都有假画。
他说你说我们有假话，那你这本书我们底下就不藏，我们书铺子不卖，就是我不欢迎你了。那么整个台湾台大师大没有任何学校请我去讲，你说我们有什么假话？没有人有兴趣。奇怪不奇怪？就是没有人有兴趣，没有同仁说你怎么讲的这么偏，我觉得我要跟你辩论。他们就是假装我不在，一年过了一年，一年再过了一年，真迹的确很少。那么我也就想过这个问题，实在很糟糕。可是，不糟糕的是有真迹在，这是第一。第二，他们的那个程度是那么的高，他们所达到的艺术程度是形而上的东西，那是别的国家的艺术里头没有达到的。所以我也觉得蛮骄傲，我们至少有5张有这种东西北宋的，才5张，才5张。That's big， 是呀，北宋。小虎老师的意思说，历代的这个皇帝收的时候，有的东西已经是假的，因为他在同时代已经有人做假画了。唐太宗，他要王羲之；乾隆皇帝，他要黄公望真迹啊什么这些东西。那么，你要一个已经死过了400年的画家非常难，所以他们就收集了这2个皇帝，要表示他们非常汉，他们懂汉文化。所以很多东西他们都是名人的东西，就盖了他们的章。其实以往对我们来说，这就是一个证明。乾隆御笔提过，乾隆盖过章，说这是北宋某某某的画，那肯定是啊，因为乾隆皇帝都提过。可是他是17世纪的人了，18世纪的，他怎么懂？因为我们比较认可，就是比较崇拜古人，又崇拜皇帝这种比较高阶位的人等等，就很多很多的崇拜在里头，其实是跟这个东西本身没有什么关系了。呀，他的权力大，可是他的知识不那么大呀。这样的猜测不是很有意思吗？即便在学术讨论当中提出一个不同的这个意见，这很有意思。但历史是已经有定论了，你一到那儿就把桌子给掀了。很多在艺术史上不是也有这样吗？之前他们说那幅画，那个国夫人那个游春图，最后发现里面那个男的主人公，对，不是我们就一直以为的，是另外那个其实穿着男装的，那个才是夫人。唐朝的那个叫张轩，是吧？大家都说哪个是虢夫人嘛，都以为中间那女的是，后来就有人提出说，最前头那男的才是那位夫人。唐朝豪放女，她穿了男装因为她高头大马什么的，所以她是那个夫人。这个倒没关系，不管哪个是，反正都是猜的，然后不影响这幅画的价值。但是如果现在有一个人出来说，那幅画根本不是唐朝的，那是假画，那是明朝的，就疯了，我觉得就疯了，就是他干的是这事儿，所以大家都疯了。Well， 是啊，有点难，是啊，所以比如我可以看到迪奥有假画。我坐在这个Alte Pinakothek 呀，在 München， 就那个 museum 没有墙，没有玻璃的，你可以摸这个画，所以我坐在那儿看呢，这个 Dior 就有它一共有5、6张吧，2张是真的，别的不是。你也是同样用这个笔墨的分析法看吗？呀。这个不光看中国的山水，看国外的画。是吗？看国外的画也能看吗？这个方式？那当然更简单，简单多了。他画的不对啊。那你假如是1515，你可以画这么复杂的头发，那你1517怎么可以画的那么笨的手，那么难看的脚？不可行的。他们会说，这个颜色因为是他在意大利就换了颜色就比较淡，可是你这个technique 不会退化吧？就是手指头不像手指头，脚趾头不像脚趾头，画的比较丑啊。对，王继先就说这个笔墨是一个人的，就是这个艺术家的 voice， 它是他的声音，就像我们脸在你画成什么样，但是你的声音一出来就知道这个人是你。他觉得这个东西改不了。陈丹青说到您的时候，他说，其实他那个工作是极其漫长而艰苦的，他要把那些画一笔一画的笔墨，
那些笔墨无数幅，反复比对研究测量，然后确定真伪。那是啊，那是极端沉闷和艰难的一个工作，不是一个直觉而已。其是实你是必须要对洗眼睛，不停的看，不停的分析。对，所以他说 But it's fun，因为你在看笔墨是非常有趣的事情。你会发现东西，你会感动啊，其实也就是好玩啊。所以做我那个功课是我非常喜欢做的，所以半夜再看啊，或者晚上忽然想到一个东西，就把电脑打开再看，那是有趣的。因为我用不着交卷，没有人要求我证明任何东西。其实不是证明啊，我就是要发现到底是哪一个是什么呀，这样子。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当侦探，是啊现在我终于成了一个画画的侦探。是啊，对啊。说到小的时候，我们给您准备了一个小惊喜，跟您小时候有点关系。这个我认识，作为北京人我认识。哦，你认识吗？哎，我认识啊，爱窝窝呀。对呀。哦，好棒，从北京运来的。感谢你们。但是我不知道现在跟您小时候一样不一样，因为小时候的爱窝窝，我小时候的爱窝窝都是白糖芝麻馅儿的，现在很多爱窝窝都做豆沙馅儿。为什么？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觉得豆沙馅儿好吃啊？他们就都变了，可能没有芝麻了。我比您更糟糕，我到昨天才知道，我一直以为是爱窝窝的那个东西是窝窝头啊！你这个南方人，你这个南方人，我一直以为那个东西是爱窝窝，所以我读您那一段，我想爱窝窝有什么好吃的？不就是窝窝头？你说像云一样，我说那不是黄色的。我想吃就是那个白糖馅儿啊，白糖芝麻，芝麻啊，是吧？白糖不要用大声音说。哦，为什么？因为 Sabrina 可以听到，她不要我吃糖，就是芝麻馅儿。悄悄吃这个，这个，好的，那你们也吃啊？不用揣子，好吧，好吧。什么馅儿？绿的，青丝红丝，有糖，有青丝红丝，是这个味道不一样。南方人尝尝我们北京的窝窝头。好，好，谢谢。可是，那个面是米是对的，对，有糯米。在北京有假的爱窝窝，那个已经把米弄成粉了，那么是软软的，很弹性的，那个不是真的爱窝窝。我一直以为那个叫豆包呢。什么乱七八糟的窝窝头、豆包，怎么回事？这些都是。沾了一个米粒儿在上面。我帮你，我来。啊，可以了，没了。我有一次跟我女儿去一个地方去画画，她喜欢画画嘛，就她给你一个白的布，然后你就自己，我觉得孩子不太一样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没有犹豫，就哈画，不管他没有概念说我画的好不好，没有。对呀，我就在那里一下，对我就画一点，不行，涂了，再涂掉，最后我说就说笑话了，就刷成黑的写金字就算了，就因为你老是在不停的修改自己。就我在想，您刚才说的，我们在讲这个心里的这个眼睛打开来去感受的这种东西，您可能是从来这个东西没有被封闭过，没有蒙过，没有，因为我在意识里头，到了上海，从歌乐山搬到上海，我就感觉到假。为什么？因为走路的时候有奇怪的声音啊。在歌乐山走路你听不见呢，在歌乐山下雨你可以闻到土的香味儿，在台湾下雨，在上海下雨，你闻不到任何，是城市的那种，完全是假的。然后看到的都是大人，我妈妈跟她的朋友说话，用不着的话他们在讲，然后要我去跟他们弹琴给他们听，我开始弹Chopin，他们就开始说话。他们不听Chopin，那我就走了，我就你们根本不懂Chopin，我也不弹了。你老是觉得大人特别假，特别好面子，但他们在想别的事情。那么我也看到，就是1年级的孩子们，因为我跳班嘛，我跳到南开，我发现我很不喜欢我去的那个学校，他们想的东西不是国家怎么样，他们想的东西是男朋友
玻璃袜子，那个时候有个东西叫玻璃袜子，丝袜对吗？ it's nylon，可是那个时候的玻璃袜子不会坏的，它不坏的。我妈妈就穿过这个，一直不坏，同一双可以穿好几年。后来那个公司就发现这样子不赚钱，他们就做坏一点的，那么一不小心就破了。总之这种假度我非常非常不喜欢。and 我就会做梦到歌乐山，早上醒的我的枕头都是湿的，我在哭，我在想歌乐山的野山、野树、松树 and 杜鹃花，没有路的这样子可以在里头走，非常非常难过。那么又想到这个假的都市、假的说话、假的忧郁、假的这种，所以我就月亮出来，我就跪下来跟月亮说，我发誓我永远不超过12岁，我不要12岁以上的生活，我的身体可以老到死，可是我的心不会。Peter Pan， 你是 I don't want to be 12， 呀、其实是因为你没有离开过那个针，呀，对啊，你选择不离开那个东西。对，很坚持，对啊。我们可能觉得有一套规则，有一套规矩，当你符合了这个规则，你就可以，好像一切会变得容易似的，因为你可以得到别人回馈给你的尊重。因为我们好像有时候会，就是很相信这种 names， 就是啊，我是这个学校毕业的，意味着，我将来是好的工作，我将来是什么什么。而且这个世界越来越，可能跟你那个年代相比，越来越按照这一套规则在转。所以大家就觉得我要在这个规则里面拿到那些大家认可的那些东西，我就会成功，我就会怎么样。就是包括您说，比如说看画这些事情，我们第一次看画一定是在看到那个之前已经被告诉了说，名画世界名画是谁谁谁谁谁，是啊是啊多少多少，对吧？你如果不知道这些名字，你会觉得很羞耻一样。就一定是这样。所以我们会出一本书叫《没有大师的艺术史》，因为为什么要去抓大师？是很多人被惊讶了，说这个东西那么好，这个人的名字就出来了，我们彼此在说他画的特别好，可是我们去看这么大的名字，难看得不得了的画，中国人就害怕了，他说我不懂，其实是画是假的，他不懂，就是说你说这个是很有名的苏东坡的字，怎么会这么，我看了不舒服，会觉得是我自己的问题。如果我不觉得它好，是我的问题，对吗？这中国人就会那么想啊，是我的问题，因为我不懂，所以我就跟大家说，不是，你会吃东西，你说不好吃是你的口味，是吧？你不喜欢吃，你马上就知道了。如果人家说这是一个有名的厨师做的，或者说这是一道名菜，你可能会觉得，哎呀，是我的口味不行。你会说为什么还那么贵？它只是好看。So it's your own experience with the painting.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name. 这个菜好吃，不管它叫什么，它叫什么阿拉伯名字，我说不出来，但是我喜欢或者我不喜欢，这是我的权利，也是我的责任来知道我到底喜欢不喜欢。之后你再说哦，这个画家叫什么，怎么那么好看？你有权利去说，哦，这个是这么有名的董源呐，我可觉得不好看啊。那人家就说，那因为你笨，那你说啊，的确我很笨。但是这个看到底，因为我看您说您培养您的学生啊，比如说你都告诉他们不要看书，不准看书，对啊，直接去感受那个画。对。可是，如果我是一个从来也不了解这个艺术史，从来不知道画是什么的人去看，还是说我应该有一点点的准备，了解一点去看，什么一点都不要？那你吃饭你要准备什么？刷牙还是什么？你要不要先吃一点东西再吃饭？没有啊，这是个直接的一个关系。如果没有任何准备的人，他会不会看到好，但是他说不出来那个好在哪儿？还是说为什么必须要说呢？
他会说我很喜欢，但别走开，我还要再看一会儿，或者是你还要等多久啊？我看厌了，我要走开。就是这两个不同的反应，这是真的反应，这个跟脑袋没有关系，是跟心有关系。看这些树，我说好了，这几棵树里头我都喜欢，可是我比较想多看看这棵树，可以啊，这是我的权利。你在做一个笨大人的问题吗？这个什么准备啦，什么有什么关卡？没有啊，这是直接的。你爱上你的丈夫，你看到了吧？昏倒了，他看到你，昏倒了，那是有人在介绍，你必须认识这个人，他那么有钱，或者是他那么没有钱，或者他爸爸是什么大官，不是啊？可是你还是读了那个艺术史啊，那不我是读在学习。错了，我以为它是活的，我以为它是 China and Art， 因为我那个时候不知道 Chinese Art 是死人画的，而不是我们要画中国样子的画。那么我们刚好就住在大学旁边，我就想，哎呀，可能一个博士是一个赚钱的东西，一个门槛，我来读个博士，我就看看，啊 ABC， 看到有 China， 我开心的要命。20年没有说中文，我就可以回家了。然后第一个字是 A， 是 Art， 我说太好了 ，Chinese Art， 没晓得完全是看死人的画。可是活人东西你也不喜欢，你对现在当代艺术也有特别多的批评。当代这个时代不对啊，我觉得这个时代不适合做，因为大家非常悲观，大家所注意的东西不是灵魂，而是身体之下的东西，是比如 AI，就是 production what we produce，然后 including we leave it to AI to produce， 代替人了，就是人的代替物已经上台了，所以非常非常没有灵魂的世界。现在我原来看这个当代艺术，有的时候就是很多人都会说看不懂嘛，你看一堆，你想，然后我就会急忙去找旁边那个牌子解释它是什么。后来我实在看多了以后，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就是说，这个好的可能就是说它不需要解释，是啊，我不用去找那个牌子说他在说什么，是啊，就有那种，就尽管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观念，但你一看觉得喜欢，想多停一会儿的，那应该就是好的。对啊。有一个人跟我争论说，那个杜尚放一个小便池在那儿，那有什么？我说对，但他会让你觉得惊讶呀。他为什么放？他也是一个惊讶嘛。然后你会去想，就是我的意思说，他首先得引起你一个直接的反应。是啊，可是那个杜尚那个东西，我不会停留太久。我认为就是学者笨学者，被他骗了。那个尿桶，我们也就我也就可以挂个尿桶啊，说。杜尚的尿桶，是吧？不能再做第二次了。他是在模，我会有杜尚的名字在里头。杜尚没有在这个里头尿过的尿桶，我就摆上去。这个 it's not really interesting， 是吧？ It's only to call attention to me, to my rebellious spirit, but it doesn't show my art。所以就是大人笨啊，笨大人就会被这种东西说服啊。就去参加什么展览呐，或者什么呀？我觉得艺术史的书还把杜尚一直摆在那个，就是说现代艺术的这个东西，也就是现代艺术的大锤下，就是 can begin with Duchamp, fall from art， 也没有 art 了，就是 idea。那个 that's not art。For me， 呀，我觉得 art 是 the substitute for religion。它是灵魂的一种沟通，像听音乐，你听音乐会感动的流眼泪，然后你听完了这个音乐之后，你人完全变了，因为你听过了那个贝多芬 ，for example， 你听过贝多芬，你听过了巴哈，以后你就会成长一些，所以你的自己都意识不到，可能就是你会长，但这个长可能你自己都不知道。你有过这个经验，跟没有过这个经验，你的世界观是不一样的。说到小时候哈，因为
爸爸当年曾经是国民政府驻意大利使馆的工作人员，所以您很小的时候在意大利生活过几年，对吧？第2次世界大战爆发，很不幸，意大利跟德国和日本是一个阵营的，是中国对立阵营的，对，所以你们就得撤出那个使馆回国。您在重庆又过了几年少年的生活，那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特别艰难的一个阶段。抗日战争，重庆是临时的首都，每天在承受着大轰炸，这个非常颠沛流离的童年，您觉得对您童年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在意大利呢，有保姆，有佣人，所以非常被监督。在重庆呢，我们住在歌乐山。我上学就是跟同学上学，同学们叫我杨婆子。杨婆子，杨婆子要用重庆话嘛，四川话杨婆子。因为我头发是有点卷嘛，又是有点红色。那我说我是中国人呢，我就是中国人。我那几个的轰炸了什么，大家要躲在防空洞的时候，我就溜出来，因为大家不知道我溜出来了，回到山上。你不怕炸弹吗？自己就从防空洞里跑出去？那有飞机啊，我在数日本飞机啊。那个他在找重庆，他找不着重庆，因为重庆是不是整个被雾盖住了，所以重庆被炸了，但是没有真的被伤害太厉害。孩子们都不害怕？没有，我们才不害怕呢。就是我感觉这种颠沛流离，就您刚才说有什么影响，我第一反应是呀，他学了好多国语言，学了各种语言。第二呢，我看您就是有些回忆哈，我就觉得，是家里2位大人，但都没怎么管你。爸爸工作很忙，然后妈妈也管不了，可能那种，他反而就是摆脱了那种管束。对啊。然后好多快乐是他一个人在路上数影子啊，一个人得到的一个很大的欢乐。就我看到他的这个回忆里面，明明是颠沛流离，但我感觉不到有苦难的影子。马路，我们回家的马路其实就是一个山径，那我们山顶底下就是山坡，那儿就有一块石头，在松树底下，我就会坐在那个石头上，就看山下，就看远远的沙坪坝跟嘉陵江，那个在太阳里头闪来闪去，你可以看到亮。所以一个人坐在那儿非常非常快乐。我就在想我爸爸，然后再听听能不能听到他们的声音啊，就是好像整个世界是你一个人的。是啊，是啊，是非常好的。我认为就是每个家长应该给孩子一个他自己的空间，这个空间是不许进去的，就让孩子他们一到那个地方去，你们就不理他，就是让他在自己的世界里头活着，是非常重要的。我家里后面还有一块地，他们把那个炉子里头的灰扔到那个地方，它是一个山坡，那么所以这个上头树有 vine 怎么说了？那个葡萄藤。藤，对，我就可以抓着这个藤就飞，像 Tarzan 一样。可是掉下来就掉到灰里头去，很山里的小孩才能那样的。是啊，您真的小时候是个野孩子啊，是野的，对啊，是我一个人呢，我就在那儿想，我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你当悠悠就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了？打倒了，我把他们踩到水底下。一个勇敢小姑娘幻想出来的爱国主义。可是我们小时候也曾经像您那样。傻玩傻闹傻高兴，什么规则都不懂，也不会看人家的脸色说话。小时候都那样，但是慢慢的你得被规训呀。对，慢慢就驯服了。对，别人会教育你啊，你别听嘛。那不敢不听啊，你会觉得大人说的对呀。不听是有代价的。你比如说家长会说你这样，你叫人笑话，你一个女孩子这样。是啊，我知道啊。我说那么要打手啊，我就把手伸出来啊。你打完了，我还那样。对，可是我会很开心的把手伸出来。我来说，对啊，我们羡慕。It's like a payment。我的感受就是，我们羡慕小虎老师好像自由自在，很率真。
这样的生活是有代价的。啊，是的，是啊他，付出了这个代价，对。对啊，要受惩罚。他从小时时候该挨打就自己主动去挨打，所以咱们现在什么样子，咱们他因为我们没有付出这样的他代价。工作之后得罪完了人，人家这个地儿就不准他进去研究了，那个地儿就不给他出书了，那个学校就不给他那个学位了，对就是所有代价你都付出就完了。对啊其实是一种是啊选择，是一种选择。你自不自由，其实是你自己的一个选择。好吧，我们好像不太敢， ，Why not？一般人都不太敢，觉得会让人笑话，多失败呀！你看，那就是你怕人家怎么看，对呀，你别怕人家怎么看你呀，那是他们的事儿，对不对？他们觉得我们不乖，他们觉得我们不好，他们觉得我们笨，那是他们的感觉。You are free to do that, please do so。我还是做我想做的，我不伤害你就好了，对吧？您在这个要写的这个回忆录里头，虽然才写到11岁哈，后头还好长，就后面的长大成人以后，有没有特别想跟我们分享特别精彩的章节会是什么地方？大概多少岁的时候哦、 ？Beyond 12 or 11？ Well, I think at one point I spoke to the camera about 1987，因为那年我得到了人家说我得不到的博士。那你都50岁了，你都一下从11岁跳到50岁， 51、54啊，然后我又做了这个牛津那个研究生的团队的女团长，那么又到希腊去划船，一个26尺长的那个桨，大男子汉的去划这个东西还是发抖的，那个是很重很重，那个船里头有171个人划同一个船，所以3层楼，上中下，那是个战舰。那是我刚想说，那是古代希腊的战舰吧？对啊想象都是古希腊神话里边诸神的那种船。我就跑进去试试看呢，很舒服，我就报名了。召集人是我们学校的，他给我说你太矮了，我说不对，你太高了，因为那个时候在我们的 museum 有一个衣服，就是他们的 hoplite， 他们的制服，我可以穿，可是那个牛津在召集那个召集人6尺长的人呢，他就不能穿了，他们都太大了，这些水手都太大了，我刚好就是古希腊一个站的 size， 他们就是那么矮，所以我在那儿坐着很舒服啊。可是别人都坐着也会蹦头啊什么。对，我一想，54岁的女性，其他54岁的女性操心的是马上就要退休了，我的这个职称级别解决好了没有？爱人的这个职称级别够不够理想？孩子有没有考上最好的大学？是不是足以光耀门楣？50多岁的女性在想这些事儿。您50多岁的时候想的是，我去希腊划船，我在英国划船对。你又上课，然后也要带孩子，呀这些难吗？整个这些事情？没有，我做了一个很大的瓮，陶器的瓮，就是用个像个香肠一样这样的很长。那么我这孩子大陶罐子，对，他就这么高，那么孩子哭我就把他摆在那儿，他就站在那儿哭啊，我就可以看小着他时候我妈就把我用一个方凳子翻过来，把我放在里面，我吃饭她就不让我跑。对啊，你就那样把孩子放在你坐的瓮，我天哪，请君入瓮。这就是艺术家妈妈，她可以做一个瓮，把小孩塞进去。然后呢，然后他很生气啊，呀，可是就是这样子吧。怀孕比较好玩啊，那个怀孕可以吃很多，嗨，然后也可以爬树，有 very energetic。为什么还可以爬树？怀孕不爬树啊？我爬树是因为我想做酒啊，因为去采什么了？ apples 啦，哦，掉到地下的苹果，都把它带在很大的袋子里，去拿到一个地方去弄成 juice。那么再放进瓮里头就行。放在一个，我就买了一个 whiskey keg，就是做 whisky 的这么一个大桶的木头，
它的味道很香啊。对，然后在这个里头，你假是要做很好的酒，你就把这个 apple 摆进去，包括一些树枝，包括一些小虫，包括一些肉，还有一些肉呀，ground meat，就是肉糜，跟 fat，就是脂肪的，用脂肪摆进去，然后能喝吗？哦，可好喝，好喝的不得了然后你还怀着孕，呀！怀孕之后，这个酒才好啊。没不是要好几个月了你这么摆这个，你把这个过程，对，正好就可以正好酿庆祝一下。酒，这也不是其他的孕妇干的事儿，酿酒和爬树，一般的孕妇不会为孩子降生做这个准备。所以您其实，在生活当中任何的时候，不管是做学生、做妈妈、做老师，什么时候，我觉得你好像一直没有放弃这个精神上的这个东西。那是俗世没有把你这个东西压过去。没有，是啊，那个是最要紧的，那是我们的灵魂啊。那您有碰到最难的事儿是什么吗？我特别好奇，就是你看着简直就是，遇山开山，就是什么事情都难不倒你似的。有最难的事儿吗？就是特郁闷，真活不过去了。我活不过去是要问的问题不是，故宫有没有假话，而是问有没有真迹，怎么找着真迹。我发现那个的时候我就发烧了，3天，然后不能起来。你是着急没有真迹是吗？对啊，就是这个问题是那么的严重。因为我在题画的时候就整个五代没有一个真迹，然后北宋真迹也很少，南宋真迹就有一个，元朝这4个大家就是很少。那黄公望的呢？有啊，富春山居。对呀，就是这么一张。就这一个呀。那吴吴镇的有3张半。对对。然后倪瓒只有一个。倪瓒就一个。对。哦，倪瓒的画作不是说世间流传的很多？那当然了，因为明朝人说，我们在看江南人雅还是俗，是看他们家里有没有倪瓒的画。于是人只要均倪瓒大家一崇尚，对，假的就出来了。哎，这个老子有一个话就是特别高明，说这个事儿，就是说美啊，就是只要大家都觉得美，丝绸也马上变丑。我突然明白这句话了。后来有个奇迹发生了，王树就过来就说你要不要过来1个月？你是我们的设计师王树是吗？对。那么我们一起吃饭，3位建筑师，我就跟他们说，现在你们在这儿，你们可以看我们故宫有一个大展叫南宋，好的瓷器好的不得了的，南宋瓷器都出来了，的画也出来了，有一张是真的，你要不要来看？有一张是真的，就是它出来了，真的。他说：“你说有一张，我说是啊，跟别的完全不一样。”他们就说：“哦，是哪一张？”我说：“那我不说，看看你们找不找得着。”王叔就说：“我不回去了，我明天我要留在台湾。”所以第2天我们大家4个建筑师都跑到故宫，他们就找啊找，找了找不着。我说是那个展览厅。又找了，说找不着。我说，那张是跟别的不一样，你要找一张不像任何别的。这些建筑师都找着书里头已经出过的东西都是假的，书里头出的南宋画，我认为都是假的。可是摄影师说是不是这一张 ？That was it， 他找着真迹了。因为摄影师没有被污染，他不懂艺术史，他没看过书，他就找跟别人完全不一样的那张，就是这个，很明显的被污染的就没有办法再去。我会觉得非常惊讶，就这个东西啊，一个人的精神品格，像您刚才说的，情绪的，就乃至通过这个笔触，千百年还能保留在里面。就是我们说，如果是真迹的话，在我们今天的人去看，还能感受到这个东西，我就觉得这个好神奇。这个是，也就是说，笔墨画的妙处啊，
你昨天有看到我看那个唐寅的那幅画叫《高士图》，嗯，是吧？他说讽刺画这些自以为伟大的那种大学者那种骄傲的态度，是非常非常可笑嘛。因为他不是很尊重的这样子把它写出来，而是快快的写出这种 very very funny very sarcastic 是吧？画的很反讽。是。我看这本话语录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应该您年纪不大，还是个学生对吧？ Well， 研究生，30多岁。跟王继谦先生对谈，对，就是开篇您跟他的第一个问题就说，咱们谈话经常说什么气韵生动，气韵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气韵？我当时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其实我可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气韵指的是什么，但你怎么好意思叫住说，哎，什么叫气韵呀？气韵生动是什么意思？岂止这些呢？你是没法问的。小虎老师在里面好多跟王老反驳他，王老觉得是这样，我不觉得是这样啊。王老说你怎么连这个好像说笔墨也看不出来，这不是笨吗？然后你就说你教不会我不是更笨吗？对，我看到我就笑。对，所以我就看到您问那个气韵的时候，因为我看见王继谦先生的回答，他真的给我解释明白了气韵是怎么回事儿。因为我一直以为，他说你们可能以为气韵灵动指的就是笔墨特别的灵活，笔墨有延展哈，但不一定，因为有的人的笔墨特别的庄重哈，他也气韵灵动，所以其实气韵应该指的是他的比如特质，包括他的宇宙观，包括他的情感的内在的东西的个人化的特殊的表达才是气韵。是。打一个特别浅显的比方，就是你说到一个人特别生动，不一定这个人一定能歌善舞，动作灵巧，他就是一个特别稳重、特别憨厚的人，他也可以生动灵动。对，我还有一个感受，就是您跟这个真正有就是像他这么懂行的人聊啊，他好像反而不惧怕您提一些任何的反驳意见，或者是任何的我们所认为比较简单的这个问题，是不是越懂行的人越不装啊？我觉得越懂行的人，他越喜欢他那一行啊。那你问他的问题，他很愿意谈啊。什么会让一个人装起来？不懂的，不懂的，就是大人呢，就是这种大人病嘛。因为他要别人以为他是跟自己不同的人啊，比自己漂亮，或者比自己聪明，或者比自己怎么了？有一个比的心理在那儿呀。他觉得自己不够嘛。他就要把自己装的什么什么，他就是从12岁开始，因为妈妈说你这个手这么脏，你怎么可以去看人家？你这个衣服穿的这样子，人家会想什么？所以家长会让你觉得人家会想什么要紧，你可以说我不在乎。因此最后我就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恰恰是他能最后找到了鉴定画的这样的方法。是因为，比如说我们判断一个画是不是真的哈，是不是有价值的时候，我们可能没那么认真的去跟那个画本身对话，因为我们可能不一定有这个信心，认为说我们不懂，我们更容易看那上面的章，收藏家是谁，皇上有没有提款这些讲究，其实这些讲究是外在的，是别人，不是自己。对，那画的笔墨才是他自己。然后，所以有这么一个完全不介意别人是怎么回事的人，对，他一上来就把所有的外衣给扒了，对，然后他就直接研究那个笔墨本身，对，所以他开创了另外一种判断画的方式。那是最基本的啦，不是另外的，但是在内的。对大部分人来说，你知道，都是看外面的，是先看外表，先看衣服，先看学历，先看职位，看流传嘛，我们就判断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啊，好笨，你看是不是？对。就小时候，我觉得经历这个真的东西、见真的东西是特别重要的事情。是啊，他有真的体验、真的感受，而且有幸的没有被校正，没有被特别的没校正过来。对啊，那画也是，就是我们被社会化的过多了之后，失去了他的那种原本的特别敏锐的生命感受。他因为直觉特别敏锐，他没被破坏，你知道，他一下就跟那个画家的笔墨对话了，就那个人的森然，那个人的崇高，那个人的伤感，马上就跟他的感觉能对接。您是看我们对接不上了。您是第一眼就看见了吗？
还是你会感觉到啊，我不是看到你我们就抱着了吗？我们为什么抱？我都不知道他的名字，我看他眼睛我就想抱他，就这样子啊，因为我感觉到一种气氛，那我感觉我喜欢这个灵魂，他也不拒绝我，他就把手伸出来了，我就抱了。我还以为是我强行抱了你。我好吧，你们双向奔赴。我看到他，我就觉得我喜欢这个人，我又不晓得这个人是谁，在哪里，it doesn't matter， it doesn't matter at all。他有没有上过学？你是个扫地的太太，你是一个画家，你是个政治家，你是一个 president， 或者是你是个学生，就是你，我就是喜欢你这个本来面目。对，我从这个面目，从你的眼神，我就感觉到我喜欢这个里头的灵魂，我的灵魂喜欢这个灵魂就好了。当然，您现在的这个生活状态我也很感兴趣。您现在在山里面清修，这日子苦不苦啊？就是怎么就可以一个人的生活做到很简单？非常简单，不一定苦。吃的东西一直是一样的，我也觉得无聊，吃来吃去就是这么一堆米呀、什么东西。但是尼泊尔人他一直是很快乐的，他穷得不得了，可是他在工作的时候呢，他会唱歌，然后他工作了几个钟头，今天的钱赚够了，他就不做了，他就说谢谢，我回家了。你说你不再做，他说我够了。我明天再回来。那中国人就说我这一个钟头可以赚多少，我就一直做到我很累。他们就是要快乐，所以他们就是另外一个标准。至于我自己的生活呢，你再问我是不是吃药，我这个心脏得吃一种药，有5个不同的，什么利尿啊，让这个脂肪低啊，什么东西的，这些药呢，我去查了，每一个药都会致死啊！在网上去看它的那个差点呢，每一个都是很危险的药，所以我就跟人说我要吃我的毒药了，是吧？那么可是这个东西是最好不要空腹吃，所以呢，我吃这个毒药之前呢，就吃一点东西，要吃早餐，有时候我来不及吃早餐，我就会喝一口橄榄油，或者是吃一大勺芝麻，不是花生酱，肚子垫一垫，然后我就可以吃这些药。那平常我们做的事情是跟翻译有关，新的做人的方式有关。我这次回去会有10年的工作得开始。10年的工作，就算一算，以我们以往的那个速度来算，大概还要10年才做得完。您在尼泊尔也并不住在加德满都这样的城市里，是吗？我住在城市里头，因为我那个房子倒了，就是还没有倒，它快倒了，就是土石流。我们从5月到10月下很大的雨。那么现在这房子本来前面有土地，现在前面没有土地了，就是有70米的悬崖。那么我们还没有办法把这个用石头把它挡土墙。您住在山边的一个快要倒的房子里，我就搬到有人照顾您吗？没有，我就搬到城里去了。所以我就觉得大家羡慕这个小虎老师，觉得状态很好，90岁，实际上并不是他没有病痛，并不是他什么都跟我们不一样，而是说该付的代价都付。这个病痛啊，对该付的代价，这些在他来说不是个事儿。他从这个物质上，他没有很大的物质追求，所以也不烦恼。然后呢，更重要的是，永远有一个形而上，有这个精神的东西强大的支柱。人什么时候老是想想这个，他就别的眼前的事儿好像不像个事儿。给爱窝吃也很好，什么吃的都没有也没问题。是这样子。我觉得我们国家的绘画哈跟西方不太一样，别的国家他就是专业画家，就是那些画家就是画画的，他一辈子就画画。
我们国家呢就是文人画嘛，文人一般还做官儿，同时他是官员，所以他们不是专业画师。我们有专业画师啊，可是他们被瞧不起、歧视，被认为是画匠不重要，对吧？对对，这也是大人的笨度。范宽那么伟大的画，他是抽薪水画的，郭熙也是抽薪水画画的。然后我们清朝的文人都是抽薪水画不会画画的人的画画。你的职业就是画，没有画画职业的画。我是一个画业余画的专业画家，对是这么说吗？对，笨的再笨没有了，笨 square。你文人，Isn't it stupid? It's so stupid。我真是不好意思说了。比如是讲故事的那种画，narrative painting， 叙述性的画卷，讲故事的，我们没有。怎么可能没有？中国人那么喜欢讲故事，还有专业讲故事的人，难道没有专业画故事的人吗？肯定有，但是没有人敢收集，因为那个不是文人画，那是民间画师的画。那个是看不起的东西，是吧？所以你这个看不起，那个看不起，你连生命都看不起了。你看得起的是要人家看得起的东西，人家看得起的东西其实不是生命，而是名誉。何必呢？笨不笨？笨。我现在可以说了，因为现在我过期了，过期的人就可以说话，因为他很老，有白头发，大家就比较客气。你12岁的时候说大人笨会挨打的，就是这样。不过我还是想问一句，就是您觉得说看一幅画，您觉得一个人不需要任何的训练，直接看，直接去感受哈？对。但我不得不说，要不是听了您的讲座，比如说，就是那个范宽，那个《西山行旅》，是您让我注意到了下面那么小的人，然后我才感受到了那个山的崇高，那种森然。可能以前很多人告诉我这个话啊，你说你看画的多好，我真的没有感受到，是您告诉我去看那个东西，我才我感受到。那所以说，其实是不是还是得有一定的这个？你没有，你花的时间不够长，你没有看到他们，这个完全用不着任何人告诉你任何事情，你就好好的去看，你就慢慢看，把它看完了。这个是美人蕉的叶子，就还没有呢，就这个是我上次来有一排矮矮的，像火焰一样。待会儿我们可能能看见。我小时候也是那样，我到一个学校，我首先要找一个角落，对，就是那个角落，就是我随时可以把自己藏在里头那种地方。我也是跟老师们说，你要让每一个孩子有他自己一个角落，他坐在那儿的地方你就不许去，就是你就让他 that's the private place， 那他有那个就好。应该的，要不然这种孩子一直靠别人，就会